生研究500名胆结石患者，最后发现，会患胆结石的人多有3习惯。曾有新闻报道，家住云南昆明的一对夫妻，双双患上胆结石，并同时住院医治。患上胆结石的例子并不少，但夫妻共同因为胆结石住院的例子就不多了。那胆结石是什么呢？为何这么多人患上胆结石？胆结石又被称作为胆石症，是一种在胆道系统内产生结石的胆道系统疾病，包括胆囊和胆管。这类疾病中常见的类型就是胆道感染。根据发病部位的不同，又可以分为胆囊炎或胆管炎。患上胆结石往往会有腹部疼痛、胆绞痛、发热寒颤、恶心呕吐或是排便不畅的症状。有部分患者还会可能出现黄疸，即由于胆管阻塞而使得胆汁无法正常排出，导致人体的皮肤黏膜呈现黄色。患上胆结石的人群一般为成人，女性患上的概率高于男性，且胆结石的发病率呈现出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规律。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患上胆结石？研究表明，容易得胆结石的人群多有以下习惯： 1. 懒动易足，不爱运动。科学技术发展迅速，许多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受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影响，人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便捷。对于喜静少动的人群而言，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利的生活服务。无论是购物、一日3餐，都可以通过线上订购来实现。因此，也就有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缺乏日常必要的运动消耗，长期久坐不动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人们的运动量普遍缺乏。对于不爱动的人群而言更是如此。胆囊是人体储存胆汁的器官，而胆汁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人体对营养的吸收和消化，同时还帮助人体排泄废物，促进脂肪分解等等。然而，长期缺乏运动会大大增加胆结石的患病率。长期不运动会使得人体的代谢功能下降，并导致胆囊肌的功能减弱及胆囊肌的收缩力下降。当人体需要消化食物时，胆汁停留在胆囊的时间过长，从而无法正常排出胆汁。人体在非消化期间，肝细胞会分泌胆汁，胆汁随后经过肝管转入胆囊中储存。正常情况下，胆汁在胆囊中停留一段时间后，会排空到小肠中。当人体需要消化时，胆汁便会起作用。但是，由于胆囊肌的收缩力下降，导致胆汁长时间滞留于胆囊内，造成胆汁淤积。胆汁中所包含的成分，如胆固醇、胆色素等，在滞留胆囊的过程中可能会析出结晶，从而形成一种固态颗粒。长期以往，这些固态颗粒会逐渐聚集，沉积于胆囊壁上，最终会形成胆结石。运动对于人体而言具有许多益处，有助于控制体重，进一步降低人体内的胆固醇含量，同时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提高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。因此，建议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，避免久坐不动，有助于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，保持胆囊肌的良好收缩能力和弹性，使得胆汁能够正常排出，进一步降低患上胆结石的概率。2. 饮食乱不走，健康红灯闪。除了不运动的因素，临床研究表明，不良饮食习惯同样与胆结石的发生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人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逐渐发生改变，越来越多的高脂肪、高胆固醇食物进入到人们一日3餐的选择当中，且占据的比例逐渐增加，如奶油、油炸食品、动物内脏等等。长期摄入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，会使得人体的血脂升高，胆汁中的胆固醇含量上升。而胆结石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胆固醇。当人体胆汁中的胆固醇浓度过高时，极有可能会形成结晶。同时，摄入过多高脂肪、高胆固醇的食物，会使得人体的胆汁分泌不断增加，进而使得胆汁不断变得浓稠，降低胆囊的排空率，大大增加胆结石的形成风险。不规律的饮食习惯，尤其是那些因减肥、时间紧张等原因养成长期不吃早餐习惯的人群，更容易产生胆结石。长期早餐空腹，在没有进食量或极少进食量的情况下，胆囊不能被及时刺激排空，会导致胆汁浓度增加，同时为细菌提供了繁殖的环境，这都为胆结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。除了不吃早餐，长期有餐后吃零食的习惯，同样会增加胆结石的患病率。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许多人有着饭后吃零食的习惯。然而，用餐过后再摄入零食，人体的腹腔内压逐渐升高，进而抑制了胃肠道的蠕动，不利于人体消化吸收食物和胆汁的正常排放。久而久之，会使得胆固醇逐渐沉积，最终形成胆结石。长期的不当饮食结构会导致人体处于肥胖，而肥胖也容易诱发胆结石。牛津大学一项历时14年的追踪研究表明，胆结石的患病率会随着淀粉、添加糖的摄入量增加而增加。当人体摄入过多的淀粉和添加糖时 ，BMI 指数也会随之上升。对于肥胖的人群而言，其患上胆结石的概率比正常人要高，因此需要注重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形成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构。3、熬夜患者睡眠不足。长期熬夜导致睡眠不足，也是胆结石发病的诱因之一。人们常说肝胆相照，肝和胆之间密不可分，其功能相辅相成。肝脏是否健康，直接关乎胆汁分泌是否正常。对于熬夜与肝脏的关系，《黄帝内经》提出人卧血归于肝的观点，意思是当人体正常睡觉休息之时，血液就会正常流到肝脏，这样才能养护肝脏。如果人体长期处于熬夜、缺乏休息的状态时，肝脏就无法得到养护和休息。现代人常常因加班、不想睡等原因造成熬夜，长期以往，胆汁得不到及时的代谢，胆道系统的正常功能自然会产生异常。长期熬夜会使人睡眠不足，晚睡伤肝的同时还伤胆。一方面，长期熬夜会导致肝脏功能异常，引起人体代谢功能的紊乱，进而影响胆汁的正常分泌与排泄，同时可能会导致胆固醇代谢异常，增加胆结石的患病风险。另一方面，长期熬夜会导致人们的正常饮食节奏被打乱，在休息的时间仍然摄入食物，因饮食不规律而导致胆汁仍在分泌，久之会使得胆出现问题。同时，长期熬夜有可能会导致人体的内分泌紊乱，进一步影响到胆囊的正常功能，增加诱发胆结石的风险。正常的睡眠习惯有助于胆汁的规律分泌与排出，因此，为了降低患上胆结石的风险，应避免长期熬夜，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与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尽可能的保持每天同一时间入睡，有助于调整人体的生物钟，从而使得身体各个系统保持正常的代谢与运作。对于已经患有胆结石的人群而言，更应该要注意休息，合理安排时间，以确保自身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，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。对于难以入睡的人群，尽可能避免在睡前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或学习，同时睡前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，避免因为刺激大脑皮层而导致入睡困难。结语：除了久坐不运动、饮食不规律和长期熬夜会诱发胆结石，还有其他因素也与胆结石的发生息息相关，如家庭遗传因素、过量饮酒、细菌感染、年龄与性别因素等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预防或控制胆结石呢？一是调整饮食习惯，每日保持正常的3餐摄入，尤其是记得吃早餐。肝脏经过一夜的休息后，会分泌大量胆汁，并将胆汁储存于胆囊中，准备第二天的食物消化工作。同时，要增加自身的膳食纤维摄入量，减少食用高胆固醇的食物，有助于体内胆固醇浓度的平衡，减少患上胆结石的风险。二是保持规律的运动，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宜的运动形式，保持一定时间的运动量，有助于控制体重，避免肥胖，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，改善胆汁的分泌与排泄。三是避免长期熬夜导致睡眠不足，平衡工作与休息时间，保持情绪稳定，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，保证身体得到充足的休息。四是定期体检，定期进行健康体检，有助于早发现早干预。对于存在胆结石高危因素的人群，如家庭遗传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人群，更应注重定期的体检与筛查，及时发现并治疗。